陆怀瑾博士毕业典礼那天，我抱着花赶到礼堂，却被工作人员拦在门外。抱歉，陆博士的家属已经签到了。我正在原地，我和陆怀瑾隐婚7年，半小时前他突然发消息让我来现场，我还以为这次终于能以他妻子的身份坐在台下了。徐婉宁从礼堂里走出来，笑着朝我伸出手：“老板娘，花给我吧。”师兄说你送到这儿就可以走了。我见过他，陆怀瑾的获奖照、聚餐照里，他都站在他身边。那些我不被允许出现的场合，他一次也没缺席。台上，陆怀瑾正在发表毕业致辞。最后，我要感谢一个人，这些年是他陪我走过最难的低谷。他话音未落，徐婉宁已经抱着我的花走上台。师兄，毕业快乐！台下立刻起哄。又感谢小师妹啊，家属席都坐上了，你们毕业是不是就要领证了？陆怀瑾笑着接过花，没有否认，我没有上前，也没有质问，只是摘下婚戒，发了条朋友圈：7年，到此为止。既然他不公开婚姻，那就由我来公开结束。礼堂里掌声如雷。老板娘，花送到了，人就别堵在这碍事了。工作人员不耐烦地赶我走，我轻声道歉，转身走远后，还能听到身后的议论。师兄在台上抱了宁宁，真情侣就是好磕。我脚步微顿，还是回了花店，店里乱得不像样。赶去礼堂前，我把最好的花全挑给了陆怀瑾，剩下的残枝散落在地上，被踩得一片狼藉。我没有心情收拾，找出小黑板，暂停营业，写下最后一个字。陆怀瑾推门走进来。你没去礼堂？去过了。今天太忙，没顾得上你，怎么不在门口等我？看来他根本没看到我的朋友圈。我拿过他的手机，点进自己的头像，页面空空荡荡，他早就把我设成了仅聊天。陆怀瑾面上闪过一丝心虚。我们的生活不重合，看朋友圈也没意义。我没力气吵架，点开他的头像，3分钟前，他刚发了徐婉宁上台献花的照片。评论区有人调侃：婉宁又送花，这么多年送多少束了？我继续往下翻，导师生日，徐婉宁和他一起切蛋糕，课题组获奖，他和他一起捧着奖杯，毕业合照，他站在离他最近的位置，每一张照片他怀里都抱着花，那些花是我凌晨4点去花市挑的，是我一只只修剪包好再送到校门口的。我送的花最后都被他抱进了他的世界。陆怀瑾夺回手机：你翻这些干什么？只是一些记录而已。我抬眼看着他。徐婉宁为什么做家属席？毕业典礼上，每个毕业生只有一个家属席。我满心欢喜地赶来，以为他终于愿意公开我们的关系，却被人拦在了门外。他揉了揉眉心：他就是觉得好玩，想体验一下博士的家属席。礼堂里都是我的导师和同门，你不认识他们，还在学校门口开店，去了也只会尴尬。我一时没说话，陆怀瑾语气软了些：我毕业了，以后你把店关了吧，我养得起你。你觉得我开花店很丢人？这家店是我当初为了陪他读书咬牙盘下来的。陆怀瑾顿了顿：不是丢人，只是没必要一直守着这种小店。我没有再说话，捡起被压弯的花枝扔进垃圾桶。这些花还好好的，为什么要扔？没什么，花期过了。他没听懂，只当我又在说气话。手机亮了一下，我看见徐婉宁给他发的消息：学校还有聚餐，我先过去一趟。陆怀瑾匆匆离开，店里安静下来。我拿出扫帚清理地上的花枝和碎叶。我的生活里该扔掉不只是残花。手机震个不停，高中同学都在私聊我：你和陆怀瑾结婚了，又离婚了，何止7年？你们不是高中就在一起了吗？他们一看就知道我在说陆怀瑾，因为高中的陆怀瑾就连运动会拿了第1都要穿过整片操场，把奖牌挂到我脖子上。同学们不停起哄，他却笑得坦荡。看什么？她是我女朋友。那时候他生怕别人不知道我是谁，现在他最怕别人问起我是谁。我没有回他们，正准备通知房东退租，陆怀瑾的视频电话打了进来。把朋友圈删了，那些人都在看笑话，一个家属席而已，你闹到现在还不够？我没闹，陆怀瑾，我们结束吧。以前你拿分手吓我，我愿意哄你，现在结婚7年了，你还用这套，有意思吗？我垂下眼，我只提过1次分手。高考那天，陆怀瑾的母亲突发脑梗倒在家里，我为了送她去医院，错过了一门考试。成绩出来那天，我怕拖累她，哭着说了分手。陆怀瑾处理完丧事，整夜等在我家楼下。乔乔，我只有你了，你别离开我。那天他死死攥着我的手，双眼通红。我看着镜头里的他，却怎么也看不出19岁的影子。行，我不闹，只要你发1次结婚证。陆怀瑾僵了一瞬：没必要。毕业之后大家各奔东西，何必再解释这些？这7年，他的说辞一直在变。一开始
他说导师不喜欢学生太早结婚，我怕影响他的前途，信了。第一次给他送花，我在校门口等到天黑。他说学校里人多，让我先别进去。后来我学会了把花送到门卫室，也学会了不再问他为什么。再后来，签收单上出现了徐婉宁的名字，我送不进去的花一束束到了他怀里。我把抽屉最里面的签收单全翻了出来，一张张摊在桌上。电话一直没有挂断，那头的起哄声忽然变大。陆怀瑾重新拿起手机，连耳廓都红了。刚才他输了游戏，只是碰一下脸，你别多想。他笃定我会去，就像过去7年，每一次他需要我，我都会出现。可这一次，我不会再去了。我清缴了水电费，把退租信息发给房东，又把店里的灯一盏盏关掉。闭店前，订单播报忽然响了一声，我忘了关外送接单，新订单要999朵玫瑰，备注写着要告白。卡片内容是：陆怀瑾，和我在一起好吗？落款是徐婉宁。徐婉宁付了全款，还额外付了一笔加急费。我没有退掉订单，在花店忙到天亮。陆怀瑾一夜未归。早上只给我发来一句：昨晚你没来，我在朋友家睡了。屏幕按下去时，门被人推开了，进来的人是徐婉宁。老板娘，我想再加一面花墙。他付款后没有急着走，而是站在柜台边，语气轻松地和我闲聊。你认识陆怀谦吗？我看他好像一直在你家订花。我摇了摇头，小心修剪着玫瑰枝上扎手的刺。他的视线在店里扫了一圈，落到柜台旁那件外套上。忽然，他冲我笑了笑。虽然是我主动表白，但他肯定会答应我。昨晚他喝醉睡在我家，我照顾了他一整夜。他顿了顿，像是真的有些苦恼。老板娘，你年纪大经验多，你说男人愿意在女人家里过夜，是不是也算默认了？我没有接话，低头继续绣花，没得到回应，他也不恼，只笑着转身离开了花店。忙到傍晚，我把花送到他指定的餐厅包厢，布置完花墙，我正准备走，来不及了，师兄快到了。你先躲一下，别破坏我的惊喜。我刚要拒绝，门口已经传来脚步声。陆怀瑾进来的瞬间，灯光暗了下去。徐婉宁打开投影，师兄，我们认识5年了，有很多共同的美好回忆。第一段视频拍的是医院急诊室。那天我低血糖晕倒，你送我去急诊，陪了我一整晚。也是那天，我第一次对你动心。我躲在花墙后，手指一点点收紧。去年我高烧到40度，给他打了10几通电话。他只回了我一句：实验太忙，你自己挂号。第2张是徐婉宁拿奖学金的照片。那天是情人节，我第一次拿奖，你一直在鼓励我，还给我送了花。我记得那束花，那是唯一一次陆怀瑾亲自出来签收。我隔着校门看他接过花，满心欢喜的以为他终于愿意让我靠近他的生活。第3张是2封录用邮件的截图。我没想到你真的会为了我改 offer， 谢谢你把我放进你的未来里。我怔怔地看着截图里的公司名，难怪他放着高薪的工作不选，偏要去这家更远的新公司。我只问了一句通勤会不会太累，他就皱了眉。别用你开花店的眼光替我选公司。投影上的照片还在换，不知他讲了多久，我胸口越来越闷。最后我只看见他踮脚抱住他。师兄，我喜欢你很久了，你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？包厢里安静了一瞬，陆怀瑾没有推开他，他的手自然地落在他的腰上。徐婉宁仰头吻了上去，我控制不住发抖，碰倒了旁边的投影架。陆怀瑾顺着声音看过来，脸上的笑意顿时僵住。他收回放在他腰上的手，喉结滚了滚。徐婉宁却惊喜回头：老板娘，我表白成功了，今天谢谢你的花，真的特别漂亮。我只好从花墙后走出来，徐婉宁还没从喜悦中回神。我们今晚还要约会，麻烦你走的时候把这些垃圾也带走。包厢门突然被推开，一群人涌进来，喊着让陆怀瑾和徐婉宁再亲一次。我压着恶心，快步走了出去。回到花店，我立刻拖出柜台后的行李箱，叫好去机场的车。陆怀瑾从车上下来，脚步很急，我绕开他。别解释了，我不想听。先别闹，婉宁过敏了，他们在车上。你先跟我说清楚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我脚步一顿，不可置信地抬头看着他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徐婉宁被人扶下来，她红着眼哭诉：老板娘，你送来的花里掺了什么？你走之后，我全身都红肿发痒。我皱了皱眉，翻出订单记录。你没有备注过敏源，而且你以前也抱过我的花，从来没有出过事。跟在徐婉宁身后的男生瞬间炸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婉宁故意冤枉你？他拿出手机对到我脸上，声音故意拔高。大家快看，这家店的老板娘害人过敏，出事了还一直推卸责任。别这样，我不想把事情闹大。陆怀瑾心疼地把他拉到身后。你身上还难受，先别管这些。他转向我，一脸不耐。别闹了，你先退钱，再给婉晴道歉。我死死盯着他。我的花没问题，你们再闹事，我就报警了。赵阳扫了一眼门边的行李箱，冷笑一声：还在嘴硬，
行李都准备好了，出了事就想跑路。他回头喊了一声：“我们把他破店里的花都砸了，看他以后还怎么害人！”根本来不及阻止，他们一行人瞬间冲进店里，飞跑发向，撞翻花瓶，混乱了。柜台旁那件外套掉了下来。陆哥，这不是你的外套吗？你认识这个黑心老板娘？店里安静了一瞬，老家一个亲戚，以前我照顾过他的生意。我站在满地碎花里，只觉得荒唐。7年婚姻，我变成了他老家的亲戚。徐婉宁怔了一下，很快垂下眼。师兄的亲戚啊，那我就不追究了。老板娘，你下次用好点的花，别再害别人了。他虚弱地咳了2声，带着人往外走。临走前，赵阳又推了脚地上的花筒。看在陆哥面子上，这次算了。陆怀瑾扶着徐婉宁上车，车开远后，我收到他的消息。司机降下车窗，看了看满地的狼藉。您还走吗？走。我拎起行李箱上车，车门关上，花店的招牌一点点变小。我守着这家花店，等了陆怀瑾7年，现在花店我不要了，我也不要了。车开出学校后街，我改签了机票。师傅，换个地址，麻烦去警局。司机什么也没问，掉头往另一个方向开。徐婉宁不缺钱，她带人来闹事，无非是怀疑我和陆怀瑾的关系。她想把黑心老板娘这几个字钉在我身上，逼我离开这座城市。我可以走，更可以不要陆怀瑾，但不能就这么被他算计。到了警局，我把订单记录和店里的监控都交给警察。有人砸了我的店，还造谣我的花害人过敏。赵阳那几个人很快被联系回来做笔录，他们一开始还不认错。我们就是替婉宁打抱不平，又没做错什么。可警察不听他们的狡辩，只认事实。徐婉宁没有来，只发了一条在医院的朋友圈，照片里她脖子上贴着药膏。我不想追究了，只希望以后不要再有女孩子被伤害。我冷笑一声，他一句不追究，就把自己放在了受害者的位置上。手机突然响了，是我妈。乔乔，不是说今天回家吗？几点到？我去接你。小鹿回来吗？我2、3年没见到他了。我愣了愣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怎么说他早就出轨了？怎么说他刚刚还带着人砸了我的店？过了很久，我只说了一句：妈，我要和他离婚了。电话那头安静下来，在开口时，妈妈声音里压着哭腔：也好，你回家就好。我眼眶一热，他不是没有察觉。这几年，陆怀瑾过年说课题忙，清明说导师有安排，中秋说项目走不开，从没有陪我回过一次家。我以前也不是没有察觉，只是我总替他找理由，总觉得再等一等，他就会把我带到人前。可现在，我对他再也没有任何期待了。离开警局，天已经亮了，我赶到机场，刚坐下一会，手机弹出一条同城推送，赵阳昨晚拍的视频已经传开，女大学生表白当晚过敏，黑心花店拒不承认。正赶上学校附近的小吃摊被爆出鸭腿冒充鹅腿的新闻，学生们对黑心商家格外敏感。我的花店被顶上了同城热榜，评论一条比一条难听，我一条条截图保存，骂声越多，我的证据越多。房东的电话打了进来，他声音有些犹豫：乔乔，你的为人我知道，这次你要退租，还主动补了违约金。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，只是店里被砸成这样，损失怎么办？放心，店里被砸坏的东西，我会让闹事的人照价赔。起飞前，我最后看了一眼这座城市。当初为了陆怀瑾，我在这里奋斗了7年。这一次，我是真的要离开了。飞机爬升的失重感裹着我，舷窗外那座困了我7年的城市越缩越小，最终融进云层里。我靠在椅背上闭着眼，没有预想中的崩溃大哭，只有绷紧了7年的肩颈，终于一点点松下来。落地开机的瞬间，手机被陆怀瑾的未接来电和消息塞得满满当当。从最开始的不耐烦质问，到后来带着荒意的追问，我扫了一眼就直接按了关机。从决定登机的那一刻起，他的情绪就再也影响不了我了。出口的人群里，我一眼就看到了我妈，她手里攥着保温杯，染过的黑发根又冒出了白茶，踮着脚往里面望，看见我的瞬间，眼睛一下子亮了，快步过来接我手里的行李箱，指尖都带着点凉。累不累？飞机上吃没吃东西？家里炖了你爱喝的排骨藕汤。她连着问了好几句，半句没提陆怀瑾，半句没问网上那些风言风语，只攥着我的手腕往停车场走。县城还是老样子，主干道的梧桐树长得遮天蔽日，巷口的糖水铺还开着，风里飘着熟悉的桂花香。7年里，我每次回来都像过客，这一次才终于有了回家的踏实感。车停在他开的奶茶店门口，他推开车门，指着隔壁挂着转租牌子的店面我帮你看好了，之前是家饰品店，朝南，落地窗大，上午太阳能照满整个柜台，最适合摆花。租金我先跟房东谈好了，你在大学城开了7年店，手艺和经验都在，正好帮我这奶茶店引引流，咱们娘俩搭伙做。他说的像谈合作，生怕我觉得是被接济。我看着玻璃门里他提前打扫干净的地面，
甚至量好了尺寸的花架草稿。鼻子一酸，好。接下来的日子忙得脚不沾地，我换了新的手机号，只给了我妈和新房东，彻底断了和过去圈子的联系。装修新店的时候，我妈每天变着花样给我送饭，有空就过来帮着擦玻璃、理货架，闲下来就坐在旁边看着我弄花，时不时试探着提一句相亲，都被我笑着打岔混了过去。新店开业前一天，我忙到深夜，地上堆着刚送到的花材和包装纸，外面下起了小雨。听见敲门声的时候，进来，我以为是补送花材的师傅，头也没抬地喊进来，直到门口的阴影落下来，我才抬头。陆怀瑾站在门外，黑色外套的肩膀湿了一片，头发也乱了几缕，全然没有毕业典礼那天的意气风发。他手里攥着皱巴巴的离婚协议，鞋上还沾着路上的泥点，是从前房东那里。他问到了我的地址，开了整整4个小时的车赶过来。事情都处理完了，他进门就开口，事情都处理完了，语气还带着惯有的居高临下。带头砸店的赵阳拘留了，学校也给了徐婉一处分。网上的舆论我压得差不多了。他说着点开手机，一笔转账跳进来，金额正好是我之前花店1年的营收。赔偿我替他给了，你气也该消了。他把那份离婚协议随手放在旁边的花架上，揉了揉眉心。我入职了新的研究所，也跟徐婉宁划清界限了。你不用在这小地方折腾，跟我回去，我养得起你。我看着他自以为是的样子，忽然觉得7年的时光像个笑话。我不用你养，我靠自己开花店赚钱，不觉得丢人。你有你的学术圈体面，我有我的烟火气生活，我们圈子不一样，本来就不合适。这话是你以前跟我说的。他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大概从来没想过我会把他当年用来搪塞我的话原封不动地还回去。江桥，你别得寸进尺。从前我愿意迁就你，是我喜欢你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说得清楚。现在我不想迁就了，我要走自己的路。说完，我直接带上了门，把他的错愕和怒气全都隔在了外面。门外传来他急促的敲门声，还有喊我名字的声音。我蹲在地上整理花材，连起身的念头都没有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门外的声音停了，只剩雨打在玻璃上的声响。新店开业那天很热闹，我妈搞了买奶茶送迷你花售的联名活动，附近中学和美院的小姑娘挤了半条街，捧着奶茶荷花笑闹，人手不够。我在门口贴了招聘启事。第二天下午，林雨就找了过来。她穿一件干净的白 T 恤，背着画板，是美院大3的学生，话不多，指尖沾着点颜料。她说自己平时画花卉主题的创作，想找份兼职，既能赚生活费，也能多观察花的形态。我让她试着修了几支玫瑰，手稳，剪得利落，当天就留了她下来。林雨是个很省心的帮手，每天到的比我早，搬花、换水、清理残枝全都抢着干。没人的时候就坐在角落画速写，从不打听我的私事。大概过了半个月，他擦玻璃的时候忽然顿了顿。姐，那个人每天都站对面看一会儿，是谁啊？我顺着看过去，陆怀瑾站在梧桐树的阴影里，不知道站了多久。我低头核对订单，还没离婚的前夫。林雨愣了一下，没再多问，只是之后每天打烊，他都会多留20分钟，帮我把门口的花架搬进来，看着我锁好门再走。初夏的时候，林雨说要去城郊的山坡写生，想请我当模特。不用特意摆姿势，就像平时在店里弄花一样就好。我正好忙完了一批大订单。好啊，刚好我也想出去透透气。山坡上开了大片的野金盏菊和小雏菊，风一吹就翻起浅金色的浪。我坐在树下的石头上，随手拆着一束野菊，阳光透过树叶落在手背上，暖融融的。我很久没有这样什么都不想，只是安安静静待着，连呼吸都慢了下来。下山的时候，我们在路口撞见了陆怀瑾，他应该是一路跟着我们过来的，脸色铁青，眼神落在我手里的野花上。这就是你不肯跟我回去的原因。江桥，我们还没离婚，你就这么急着找下家？林雨皱了皱眉，刚要开口，我抬手拦住了他，抬眼看着陆怀瑾。离婚协议我已经寄给你3次了，你不签，不代表我不能过新生活。你别后悔。他咬着牙扔下这句话，转身就走。第二天，他就托律师把签好字的离婚协议寄了过来。去领离婚证那天是个阴天，民政局的大厅冷清清的。双方是否自愿离婚？我自愿，我自愿。办事员反复问了3遍双方是否自愿离婚，陆怀瑾全程沉着脸，我却答得干脆利落。走出民政局大门，他把离婚证往车里一扔，语气冷硬地放狠话：江桥，你最好别回来求我复婚。我没接话，转身径直走了，连头都没回。日子过得飞快，我的花店口碑越做越好，接了不少婚庆、商铺布置的订单。开了第2家分店的时候，林雨帮我设计了整面墙的手绘花墙。开第3家分店的时候，他已经毕业进了设计公司，还是下班就过来帮忙，替我改了新的品牌 logo。我们之间的气氛越来越微妙，谁都没戳破那层窗户纸，
直到半年后，我突然收到他发来的消息，消息跳出来的时候，我正在包花束，手顿了一下，姐，出事了！我心一下子提起来，刚要拨电话过去，第二条消息就弹了出来，你当模特的那幅画获奖了，拿了省展的银奖，还有全国巡展的资格，你要不要陪我一起去看展？我忍不住笑出声。我妈端着奶茶凑过来，看到展览地址的时候，脸上的笑淡了点。开展的城市正是我待了7年的地方。她小心翼翼地说：“要是不想去，咱们就不去了，反正奖都拿到了。”我摇了摇头，没什么不能去的，我又不是逃犯，总不能因为那里有个旧人，就一辈子不踏进去了。我和林雨坐高铁过去的，路上他一直在跟我讲展馆的布置，还有其他参展的作品。半句没提陆怀瑾，分寸感拿捏得刚好。展厅里人不少，林雨的山花摆在靠窗的角落，阳光落在画布上，漫山的野花亮得像在发光。画里的女孩坐在花海里，低着头拨弄花瓣，侧脸柔和的不像话，整个人裹在细碎的光里，松弛又自在。我看了半天都没认出那是自己。我没刻意画你的样子，我画的是那天你坐在山坡上的感觉，像山里自己开的花，不凑谁的热闹，自在得很，所以取名叫山花。身后忽然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：“乔乔。”我回头，陆怀瑾站在几步外，徐婉宁挽着他的胳膊，穿得精致亮眼。只是陆怀瑾的视线全程落在那幅画上，根本没看身边的人。看见我转过身，他眼里闪过一丝藏不住的失神。半年不见，整个人舒展了很多，和从前那个围着他转的样子判若两人。徐婉宁先反应过来，笑着挽紧了陆怀瑾的胳膊，走过来，语气亲热的像老朋友：“老板娘，好久不见啊！听说你回老家开了新店，生意还挺好。”他顿了顿，语气里带着点藏不住的得意，又掺着点虚张声势。看来当初离开也不算坏事。之前过敏的事，你别往心里去，我就是用了点小手段。毕竟你们隐婚隐得跟不存在似的，谁知道他有老婆啊？说起来，我也算帮你早点看清了。我看着他笑了笑，垃圾你想捡，直接捡走就好，我不拦着你。徐婉宁脸上的笑瞬间僵住，陆怀瑾猛地甩开他的手，脸色很难看，快步过来拉我的手腕。乔乔，我和他没什么，就是普通同事。他说今天会在展会上公开澄清当年的事，我才陪他过来的。他把我拉到人少的过道，眼底带着红血丝，语气是我从未见过的卑微。乔乔，乔乔，我错了。这半年我才知道，以前的日子都是你在替我撑着。没人记得我导师的生日，没人帮我整理出差的行李，我每天回家都是冷的。我只是走错了一段路，我们互相扶持了这么多年，不该就这么算了的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用力挣开他的手，语气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。陆怀瑾，陆怀瑾，我能离开你，也早就放下你了。时间久了，你也会习惯的。说完，我就转身去找林雨，没再看他一眼。画展快结束的时候，工作人员拿着登记表找过来，笑着跟我道喜。您好，山花这幅作品已经被一位陆先生高价买下了，麻烦您签一下交付确认。签名栏上清清楚楚写着陆怀瑾的名字。他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我身后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带着点孤注一掷的意味。你不愿意回来陪我，那我就去找你。你们县城的人才引进我已经过了中检，很快就能比调过去。我抬眼看着他，终于彻底没了任何情绪。陆怀瑾，算了吧，你能买得下画，但买不回人。我转身和林雨一起走出展厅，外面的风裹着城市的热气吹过来，我却觉得一身轻松。这座困住我7年的城市，这一次我真的只是路过。回程的高铁上，天已经擦黑了，窗外的路灯一盏盏往后退，连成模糊的光带。林雨沉默了很久，才轻声问我：他说要调去你老家的时候，你有过一点点动容吗？我看着窗外倒退的树影，摇了摇头。没有。陆怀瑾想对一个人好的时候，一直都是这样的。我语气很淡。高中他追我的时候，能在雪地等我放学等1个小时，能跑半座城给我买爱吃的糕点。那时候我以为是深情，现在才懂，他只是喜欢追逐的感觉。我在他身边的时候，他只觉得我碍眼，上不了台面。等我真的走了，我又成了他不甘心的执念。他爱的从来不是我，是他的掌控欲，是他失去的新鲜感。林雨听完，很久没说话，只是默默给我递了一杯温的柠檬水。回到县城之后，日子还是按部就班的过。林雨依旧下班就来花店帮忙，只是比以前更细心了。记得我胃不好，每天早上都会带一杯热豆浆。知道我对百合花粉轻微过敏，
每次有百合的订单，他都提前修剪好，不让我碰。城南新建的艺术中心公开招标开幕花艺，我抱着试试的心态投了方案，没想到一举中标，整场活动的花艺布置全由我的工作室承接。开幕那天很顺利，我的自然风花艺设计很受好评，负责人当场跟我敲定了后续长期合作。等宾客都散场，已经是傍晚了，暖黄的灯光落在满地的花瓣上，林雨靠在花架边，帮我整理剩下的花材。那你觉得我追求的是新鲜感，还是日常感？我愣了一下，随即笑出声，原来他还记得高铁上我说的话。他怕我为难，赶紧又补充：我不是催你给答案，就是想让你知道我喜欢你。我不是催你给答案，就是想让你知道我喜欢你。不是一时兴起的新鲜感，是想每天和你一起看店，一起吃饭，一起散步，是想和你过很多很多平常的日子。你要是没准备好，我可以等。我看着他眼里的光，干净又真诚，和陆怀瑾那种带着占有欲的炽热完全不一样。我心里软得一塌糊涂，笑着朝他伸出手：不用等了，我准备好了。他愣了好几秒，才小心翼翼地握住我的手，指尖都带着点抖。我们牵着手走出艺术中心的大门，刚下台阶，就看见了站在路灯下的陆怀瑾。他穿着笔挺的西装，手里捧着一大束白玫瑰，是我以前最喜欢的品种。只是现在看着，心里已经没有任何波澜了。乔乔，我正式调过来了，入职了本地的设计院。他看见我们交握的手，脸上的笑瞬间僵住，手里的花束攥得紧紧的，指节都泛了白，却还是强撑着体面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等，只要你还没结婚，我就有机会。我往林雨身边靠了靠，语气很坚定。陆怀瑾，别再浪费时间了，我已经往前走了，不会回头的。说完，我就和林雨一起走了。只是我没想到他会偏执到这个地步。没过多久，他就搬到了我家对面的楼栋，阳台正对着我的卧室窗户。每天早上我拉开窗帘，都能看见他站在阳台看过来。晚上加班回来，他常常等在单元门口，递过来各种东西，我一次都没接过。变本加厉的是，有天半夜，他喝醉了，砸我家的门，喊我的名字，把整层的邻居都吵醒了。我忍无可忍，直接报了警。警察来教育了他一顿，可他消停没几天，又开始在楼下晃。我本来打算重新找个安保好的小区搬家，林雨知道之后，当天晚上就跟我提了这件事。我住的那个小区是高端住宅，安保严，刷指纹才能进，陌生人根本上不来。他说得很认真，没有半分越界的意思。我那套是2居室，你搬过去住主卧，我住客房。我不是想趁人之危，就是你一个人住，他总这么骚扰，我不放心。你要是觉得不方便，我就搬去公司宿舍，房子给你住。他的分寸感永远拿捏得刚好，永远把我的感受放在第一位。我看着他真诚的眼睛，只考虑了2天就答应了。我稍微考虑了一下就答应了，都是成年人了，想要一起生活，短暂的同居一下也好。搬过去那天，林雨眼里的笑意根本藏不住，他一整天都精神抖擞的忙前忙后，把主卧收拾了3遍，又把阳台腾出来给我放花。陆怀瑾也识趣的没有再来骚扰我。县城消息传得很快，他在新公司适应的并不好，同事说他太直，不懂变通，领导说他不懂人情世故，项目推进总是出岔子，还有人私下议论他学历漂亮，却不会做人。我听到这些，只觉得讽刺。从前他在学校读书，是我帮他备花，替他记导师生日，提醒他给同门回礼，他嫌我失快，嫌那些都是小事，从来不放在心上。那天晚上，我和林雨一起回家，又在楼下撞见了陆怀瑾。他站在路灯下，整个人由内而外的透露出一股疲惫。乔乔，我现在才懂，你以前有多难。你一个人来到我的城市，开了那家花店，我不该看不起你。我看着他，心里没有一点波澜。他往前走了一步。我会学着照顾你，也会学着经营我们的关系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我侧身避开。陆怀瑾，你再出现，我男朋友会吃醋。他脸色瞬间惨白。乔乔，你一定要说这些伤我的话吗？我冷笑一声。我不想伤害你，更不会心疼你。你会出轨，但我不会。所以我有男朋友了，就不会给前夫留机会。陆怀瑾彻底僵住。那晚之后，他没有再来见我，只是开始给我写信，再找跑腿送到我的花店。我一封也没拆，全都扔进了垃圾桶。可林雨还是发现了，他倒完垃圾回来，手里捏着一只被揉皱的信封。我以为他会生气，没想到他根本没有质问我，只是我半夜起床喝水的时候，却发现书房的灯还亮着。林雨坐在桌前，低头捣鼓着什么。我靠在门边看了半天。你在干什么？他笔尖一顿，有些心虚的把纸往旁边没什么。我走过去，拿起来看了一眼。今天他喝了半杯热牛奶，睡得比昨天早。门口的洋桔梗换了新的，他说颜色很好看。我忍不住笑。你也给我写信？林雨耳尖红了。我就是觉得不能让他一个人写，而且他写的都是以前，我写的是现在。我心里一暖。那你以后写慢一点，我怕我看不过来。林雨低低笑了一声，转过身紧紧回抱我。
后来，陆怀瑾的信越来越少，林雨的信越写越厚，有时候是一张便签，有时候是一页画稿，更多时候是一句普通的话。今天的花很好看，江桥笑起来也很好看。日子不是和谁过都一样，错的人只会把你困在过去，但对的人会陪你走向明天。